哎，来，西凯，你到那个位置去提一下你的提案，我们听听看。这是我的欢迎宴吗？哇，这胆子真的很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胆大包天呐！来，哇，来，西凯，请说。我发现，地球年轻人普遍非常怕老。这个地球困扰其实才是年轻人的心声，可能大家在座的各位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目前地球上最怕老的人群，并不是中老年人，反而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你说谁是中老年人？你可以把集结特工的名字单独提出来，不要说你们，好不好？他明明是看着我和你。哎，真的会是这样吗？是，大家都在怕随着年龄的变老，自己的容颜、自己的心态也会老化。怕自己不能年少有为，而且出现怕老心理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告诉大家2个数据：去年淘宝护发类产品的销售总额50%都是朱桢买的，对不对？那么会囤货？局长别瞎说，朱桢哥买的是假发类的产品。50%以上居然是95后年轻人贡献啊！真的假的？据媒体数据的反映。去年中国年轻人第1热搜关键词居然是枸杞啊！所以为了让大家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困扰的严重性，我特意找了我的几位地球好友来帮我一起举证，请看。嗨，大家好，我们是 Nice。成员中谁的年纪最大？是我。天哪，都在。谁指我？不要指，不是我，不是我。朱晨在这，我们不敢变老。变老有什么可怕之处吗？我最害怕的就是头发就开始少了，这个挺吓人的。面对变老的问题，有没有做过哪些抵抗？我妈她给我买了有木瓜、银耳、枸杞、大枣，然后喝起来很营养的那种羹。我觉得我的皮肤痘痘都变好了呢。然后我们就说这是什么？变老会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压力吗？我妈比较想抱孙子，对，我就跟他们说还早，10年以后吧，至少得。我会觉得男人的话要先成家啊，不先。先成家，先立业再成家，先立业再成家，对。女儿都长大了，安静收 ，OK。如何看待地球年轻人都普遍怕老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男生的话成熟一点是年纪越大越有味道。脚气，我觉得。那有可能 Justin 是年纪越大脚气越大，我们是年纪越大越有味道，越有男人味，他是越有脚气。就我觉得老这个词很难形容，老可能只是老在外表上面。我觉得不管我的外表到几岁了，我希望我的心态永远都是年轻的，对。哇，这个真的是没想到，我真的特别没有想到，年轻的朋友居然怕老。我想问一下那个西坎啊，你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突然间有所谓的变老的感觉？才20岁耶！我之前连续1个月，或者说连续更久，每天在那边跳舞，腰疼啊，或者说只有酸疼，任何反应都没有。甚至我的朋友，我还在笑话他啊，你们怎么老腰疼？年纪大了就是这样。上一次大家一起玩违背的青春的时候，就是那一次之后。我违背了我的原则，我的腰开始疼了。我们每一个都腰疼了。现在不能提那歌，提那歌脖子和腰都太恐怖了，稍微猛了一点。对对。我们整个这里啊，最年轻的应该是小楼了。小楼，00后。对你应该没有这个困惑吧？哎，局长，你别说啊，我还真的有，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怕变老这个程度，可能比在场的这么多哥哥都要严重。啊，因为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啊。其实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电子竞技，特别爱，对不对？而且其实大家也知道，在电子竞技的圈子里啊，都是年轻人的天下。对，一般20岁都算得上是老选手了嘛。老选手是，因为到20岁你反应开始变慢了，那时候跟不上。前段时间嘛 ，IG 不是夺冠了吗？IG，yes。可以了，结束了，还有10秒，把跳起来3秒，17，还有10秒再说话，我们是冠军，冠军中的冠军。局长，什么是 IG？ 你看我跟朱桢2个人啊，没有，朱桢哥是主持人，我主持的，我还到现场去了，特厉害，整场只有你，局长。天哪，局长你不知道 IG？ 我不知道。天哪，怎么是要吃药了吗？没事，就是
埃及夺冠，他们战队年龄最小的选手只有17岁，17岁就已经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点。啊，我现在玩游戏啊，就开始觉得自己反应力啊、手速就已经开始下降了。淄博是这样的，就以前我在玩的游戏可能是撸啊撸英雄联盟，然后就去玩一些比较射击类的，但最近我玩的是开心消消乐。哦，养老游戏。所以还真的挺怕变老的。我们做个现场调查啊，现场的年轻朋友就是怕老的，请举手示意一下。哇塞，怎么那么多人都举啊？那些没举手的是已经老了啊。陆儿是哪一年的？我94年的。那不小了，不小了。我是在哪一刻真实的感受到自己老了呢？其实从小到大，我在团体和班级当中都是年纪偏小的，结果就在今年，突然大家开始叫我陆儿姐。我从来没有被这么叫过，就是当一个女生被叫姐姐或者阿姨之后，那个心态就很崩溃，就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哎，孟晨怡，你说，真的就是女生就会有这样的危机。今天我一过来说孟晨姐，你本人好瘦，我说去掉姐这个字，喊我孟晨就好了啊。但是我觉得没礼貌，没关系。对我沈梦辰就是要没礼貌，我不需要尊重。好，我要年轻。年轻人啊，他会比中老年更怕老啊，所以各位特工今天一定要给出非常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了，好吧？哪位先来？我来吧，局长。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害怕变老，就是害怕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这是。而且据我观察，有大部分的人哦，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说过同样一句话，就是，啊，我长大以后可千万别变成这个样子。你看着前锋，或者是在你小的时候，你爸妈也会跟你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的话，长大一定会变成谁谁谁那样，所以你就会感到害怕。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年轻的特工代表小楼还有西坎，有没有这样的困扰？真的有，感觉你是要吐有。我就害怕变成峰哥那样。真的假的？峰哥每次的提案都是有关于情情爱爱的。对，感觉他的人生中就只有这些事儿，那还不是被逼的？有点觉得会有点油不清爽。不清爽。西坎特工，你害怕长大了变成我这样？我告诉你，10年前我跟你一模一样。哎，真是，峰哥之前鲜肉组合啊。最早一批，说不定就往我这个方向发展一下。我愿意。我其实也有那种长大以后不想变成的人。谁？就是我特别怕我老了以后，就变成杰哥这个样子。每次都特别想要的努力去表现好自己，但总是失败。我哪里失败了？我拿过喵喵耶！经常力不从心，就让我感觉特别心酸。什么叫力不从心？我什么叫力不从心？啊，琪姐，你现在已经力不从心了。你现在做一个你觉得你们20岁出头你觉得难的动作。下腰，来一个高难度的舞蹈。来，娄子博。我先来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看很简单哦，热身了。这是侮辱吗？这个我蹲不下去吗？试一下，脚臂。哇！那好，那我再给你来一个稍微难一点点的，好吧？就是。哎，注意！哦，这个哇！可以。这个卖了，不行了。右腿已经不行了，吉杰加油！我给你来一个绝对不行的，可以。吉杰蹲下去可能就起不来了。吉杰没事啊，这个真的小心一点。起，吉杰，走！哇，这个你真的不行了。峰哥上，峰哥来。走，起不来了！加油！不要扑，峰哥可以，峰哥，加油！峰哥！啊，琪姐现在已经力不从心了。你们两个就是他们俩最不想成为的人。那
我觉得集结能完成2个已经很不错了，代表没有那么力不从心。我告诉大家，我里边穿的衬裤已经爆开了。我想起我小的时候看到我爸爸的样子，我就不想成为那个样子，因为我爸爸特别习惯在饭桌上莫名其妙的发脾气然后甩筷子，莫名其妙。对，就是说今天一口饭或者一口水呛的，太咸了，不吃了啊！真的？对，然后我妈就那咸，我再给你重新做一下吧。哇！后来我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射，有一次我在我们家饭桌上也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莫名起床气，吃我就摔筷子，哎呀不吃了，不想吃。我老婆也当然也很贤惠，然后处理的方式她跟我妈不太一样。不吃出去。爱吃不吃？爱吃不吃？我叫你不吃。他是直接捶我，你比较好捶，还不是平拳，不是平拳啊，这个拳头是这么打的啊。啊，这样，对，这么打，直接打我后腰眼，你知道打完我什么反应吗？当时，我1分半没说出话来，知道吗？后来他跟我讲，我很理解，因为我那个行为是当着我的孩子面在做。对。我老婆最生气的就是说，你不能当着孩子面去这样，你就对下一代影响非常不好。我来讲一个吧，我特别害怕那种教育观念特别扭曲的那种人。我初一的时候跟有一个阿姨长达几个月的骂战，因为那个阿姨的教育观念就非常非常扭曲，真的。我第一次和她怎么产生骂战，就是我在那儿玩，然后她的孩子就吃那个花生。吃完花生就把那个花生壳往我身上砸，我说你不要把花生壳往我身上砸，他说砸了怎么样？就是要砸，就是砸。我说你再砸一下，我还没怎么样，我就吼了一下，他妈妈怎么了？他妈妈就从旁边钻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初中生也不甘示弱，我就跟那个阿姨吵。正好那个时候我刚初一，刚上了英文课，我就给那个阿姨说，我说你信不信我现在用英文骂你 Good morning class。我的茉莉卡！哇塞！我告诉你们哦，因为那个阿姨她没有学过英文，她真的觉得我在用英文骂她，她还听不懂，她气得要命。我看她越来越气，我说 Apple banana 你，哎呀，你 sit down please， 哎呀 ，How old are you？ 哎呀 ，Happy New Year。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妈妈就在里面的麻将馆正在搓麻将，然后人家就跑去给我妈说，我说，张姐。你的儿子在外面跟人吵起来了，让我妈在打麻将。没得事，他不得输，红中。没得事。我从小我妈就知道我嘴比较厉害，没得事，哎，过了。张姐，加油！我当时就跟那个阿姨结怨了，结果那个阿姨开始自学英语，对不对？然后有一次我放学，那个阿姨在路口送她一个朋友，我就看见她了，我还是绕远一点，我说算了，她在送朋友，她在跟朋友说话，哎，你明天再到我家来玩，呸！就莫名其妙对着我骂，她就配我，但是我当时我看见她有朋友，我有点不敢惹嘛，我就走远了2步开始骂。那个阿姨那次气疯了，她说我今天抓到你，我要杀了你！哇，太恐怖！我妈妈当时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有点大了，要处理一下，她就带我去那个阿姨家里，把这个事情想要解决清楚。那个阿姨看见我妈妈带我来赔礼道歉，更拽了，就她在家里矛盾又起得更猛了。然后阿姨把我和我妈轰出去了，轰出去以后，那阿姨一关门，在里面说了个没有家教。我妈妈听到这句话以后，在门口 Good morning class。没有，我妈妈也，但是不会英文，她。有没得家教是我的事，不用你操心。哼！哎呀，你看看我妈妈让我生不生气？就我妈妈最猛的，也就是这样。后来我发现那个阿姨就是属于那种，她教她的孩子永远是那种，比如说我们一群小孩在一块玩，她发现她的小孩没跟我们一块玩，因为不怎么敢跟她的孩子玩，这她就把她孩子带着这样，来，进去跟他们玩，一起跳唱。就这种太吓人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我以后长大要引以为戒，千万不要太过于参与。我觉得孩子们的一个社交圈，容易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再加上，如果社交圈里面有一个我这样的人，太惨了。我跟你讲，哎，
我特别想问一下地球代表，你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这是为什么？这个是跟一个心理原型很像，这个名字有点好玩，一个是叫做阿尼玛，一个叫阿尼姆斯，分别代表男性跟女性对于未来有可能变成伴侣的一个既定印象，就是跟你小时候相处特别多的人会有一个对照组，所以其实越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如果是你的父亲或是你的母亲，他就是你以后会变成的样子，因为小时候跟你相处的最多的那个人，就是在你的心田里面映照的最深刻的。对，所以在这边呼吁各位的父母亲，尽量以正能量去教育孩子，不要太多的体罚跟责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啊，每天啊都在一步一步的变老，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换成我们的一些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我前段时间去地球出了趟差，在茫茫人海中发掘了一批非常有性格的可爱老人，将他们独特的这种人生经验啊，还有观点汇聚到了一起，然后向所有的年轻人们展示一下。所以我今天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可爱老人言。从火星出发，寻找地球上的可爱老人。你很怕老了之后变成你最不想成为的样子，但你也可以随着年龄活成你最可敬的样子。可爱老人一生感悟，是这星球最可贵的财富。年轻人就像这粒棋子，30而后行，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工作嘛，那就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好好干。不能吃个饭啊，看电视啊，饭有活动还是吧？快乐不如跳舞，跳舞跳得快，时间都追不上我哈。人生就是一种玩，好玩坏牌都打好。每天带狗，要喝酒。不发脾气，不挑事，把事要本也笔直。年轻人呢要多爬爬树，老了都上不去了，上不去了。不要为了钱把身体搞坏了，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好好的。嘿，我们是天天保持一个心态，看哪高兴，人不要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我的信念是世间和平，家与平安。不求每分钟都学习，但求学习的每分钟都有收获。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年，多为人生添上一笔新的光彩。哦，好可爱，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变老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态变老了。其实人变老，从你心里没有了希望开始，从你的心里放弃了理想开始。只要这个人心里面一直充满着希望，一直对美还有追求，在生命的这种状态里，他就永远都不会老去。那接下来还有没有解决方案的？哎，小峰峰，天宝，又是你，好期待哦！我认为年轻人怕老最怕的应该就是孤独终老。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在属于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因为互联网上大家看到的大多数都是经过网络美化的。现在通过互联网，很多的年轻人选择网恋。现在有一个词叫做奔现，对不对？玩游戏玩到现实去了。对，见面以后大家很失望。对，所以不成功的失败率达到了90%以上。他还会再看，你看，因为我太长了这一段，太长了。我们也很长，但是我们能背下来。我们也很长，好不好？对，来，加油，加油，耶！前锋加油！其实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年轻。为什么会这样？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害怕自己孤独终老。这个确实。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我们台上的5位地球代表，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的社会就是因为科技非常的先进，资讯很爆炸，导致大家的选择变多，就会有一个捡贝壳现象，就是我捡了一个贝壳，但是沙滩上那么多贝壳，说不定我下一个捡到的会更好。
所以其实他们不一定会特别认真的去对待一段感情。哦，对，在这里我再补充一个，我发现现在一些就是年轻女孩子为什么会单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择偶的标准定为他们喜欢的那个艺人的样子，而且永远都是看到他们最光鲜、最完美的一面，再看看身边那些男的，不是？怎么了呢？没有，因为沈梦辰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情敌实在太多了，退而求其次，没有了。他也是沈阳吴亦凡。沈阳吴亦凡，对。哎，峰哥，你现在呢？你现在是老大难。我曾经一度以为我好转了，就不会孤独终老。对，就是参加了那个我家那小子那个节目，然后一度成为网上最想嫁的男人之一。然后所有的人给我那个私信留言都说啊，钱枫我好想嫁给你啊，我们生猴子吧，什么。然后他回他好啊好，人家就拉黑他。然后直到我看到一个评论，有一个女孩特别的痛苦，她很纠结，她给我留言留的是，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的心态变老了，我怎么会喜欢上钱枫这种中年男人？这个中年油腻男人，油腻。雪芙，你会有担心自己会嫁不出去吗？哦，你倒是不担心，因为你有一个备胎。工具人，永远的备胎。工具人，我不担心，因为蛮多人想娶我的。雪芙是刚刚听到很多人想嫁给我，现场怼我的吧？听错了吧？我知道你的小心思。其实峰哥呢，除了就是抠了一点，还是很有市场的，因为就是妈妈们都很喜欢钱枫，她是中国好女婿。对，因为我不是老在朋友圈里发那个峰哥的飞照嘛，就是那种很丑的照片。但是峰哥平时正常的状态都是这样。什么正常的状态？真的是正常的状态。我无意间一抬头看到这样，我就把它拍下来了，发到朋友圈里。马上我就收到了一条阿姨发来的短信，请放。你看，阿姨说：“梦辰好，你能不能给妹妹介绍一个男朋友？好像与你一起做节目的钱枫是单身吧？当然也不一定要找他。你发现有合适的，牵个线，阿姨都急疯了。”哎呦，哎，人家阿姨走心了。然后阿姨啪2张峰哥的飞照发过来，所以就证明阿姨是看到这样的照片。阿姨为了女儿已经饥不择食了。然后峰哥说：“给我发照片来看看。”哇，内容过于真实，太真实了。哎呀，雪芙，你认清楚他了没有？早就认清楚了。对。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就是对单身的恐惧和担忧，并不是来自于对自己年龄的恐惧，就是来自于刚刚像梦辰姐说的那群长辈们，就是环境的压力。我姐姐嘛，根本不担心单身的问题，但是我妈还有我妈妈旁边的朋友啊，所有的人都替她着急。你姐姐多大呀？我姐25岁。发张照片来看。饥不择食。没有了，哎。所以钱枫，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对，我的解决方案。你还有解决方案？对呀。对，其实我发现现实生活当中有大量的公共场合对所有的单身人士都不太友善，狗粮撒满地，所以我要从城市规划的起源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全球热烈。啊，你听着像偶像剧呢。今天我就看你怎么垮了。而且要请出我的这个联合解决方案提出人杨迪，这是针对我们全球城市的一套相亲系统。哇哦，这是地铁的车厢，我们会把地铁的车厢分为几个功能区，以你的兴趣爱好来分类。这是密室逃脱车厢。哇，这个我喜欢。我告诉你们，这个车厢非常好。要非常高的智商，而且进去以后，如果你破解不了，一辈子在上面出不来。而且进去以后，男男女女出不来的情况下，必须选他了。车厢里面就结婚，相不相爱都被迫。对，当然还有我们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电竞主题。哎，电竞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种单身车厢的话，就是玩电竞的人容易有那种共同话题。对，这个车厢你们能配上对吗？玩电竞都是男的。可以啊，比如说雪芙，喜不喜欢电竞车厢？喜欢。你看，但是钱枫一旦上了这个车厢的话，你就会
跳车。而且我们这些车厢还可以根据我们每个特工自己的特色，定制你们的单身主题。虽然说我们的全球热恋这套系统已经非常的强大，但是难免呢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希望各位特工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一下。我觉得可以有一个超市嘛，超市也可以有这个单身的专门的货柜，比如说把剃须刀和卫生巾摆在一起，对不对？哎，去拿的时候，男女去的时候，哎，去拿它。是心动的感觉。而且刚刚哪个妹妹说的？你说的吧？她说单身飞机，因为经常你们明星坐在前面，然后也有很多人想从后面来到前面来观看你们。看，观摩。哎，哦，杨迪，杨迪不错啊，沈梦辰最黑。哎，杨迪，观看我们。神经病啊！其实我在火星早就搞了试点哦，从第1季到第4季，大家知道，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当中成了多少对吗？啊，成功率非常非常的高，告诉大家，真的假的？高到我已经想坐到后面去。去，你去吧。鹿儿上来，去。而且我跟你说，今天这一半区域就安插的全都是单身的男女朋友。今天都单身的，你们不觉得都是男女吗？各位特工，我刚刚发现那小吴跟那姑娘聊得欢嘞，是不是？小吴噼里啪啦的。我们来问一下小吴，你对你身边的这位姑娘满意吗？哎，小吴的脸长那么红哦，我的天，你看看到没有？哇！小吴微信加到了吗？微信加了吗？满意吗？就问你满不满意？哎呀，还考虑考虑。那我们反过来问一下旁边的那位单身姑娘，你对小吴满意吗？满意。满意。留个联系方式，别当真啊！别当真。你看，小吴令这位姑娘满意，多么高的成功率！是。问一下，今天有没有就是单身男女到现场，然后和旁边人聊得还挺好的？今天有没有？举手一下嘛，举手一下。哎，你们俩聊得真挺好。来，你们俩聊得有多好？下面脚都勾在一起了是吧？有没有留联系方式吗？加了微信。我们已经加微信了。他们俩已经加了微信了，就想要私底下回头再进一步的沟通。其实2个都是微商，然后互相卖产品。请问一下，有没有对旁边那一位异性不满意的？我可以随时帮你换座位。有人举手了，那边有，好尴尬那个女孩。你对哪一边的不满意？两边都不行。来了之后，我坐这儿，也就坐这儿，也不就各坐各的，也都不管谁的，看都不看一眼，是不是？对呀。完了，俩人挺胖，还挤你。对，还挤我，就是。男生对他满意吗？不满意。我们现场就可以换位置，好不好？女生，你想换到哪里？要坐第1排小吴旁边，已经说了，小吴，他也喜欢你。小吴这么抢手啊！哇！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谓的这种害怕，像他们啊，家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爸爸妈妈希望就是他们尽早的能够找到生命当中的另一半。